大家好，我是 Tiny。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工具，这个工具它是能够将胡迪尼与当下最热门的一些 AI 的大模型进行结合，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使用、更高效率的去利用胡迪尼。然后这个工具的开发是来自于 B 站上这位博主叫可可不可，它是一个开源的工具。在 GitHub 上可以找到。然后它的功能其实就是我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就是如何使用 AI 提升工作效率的那节课程讲到的，通过调用大模型直接读取到本地的这个胡迪尼文件，来分析这个文件当中一些代码以及这些节点的一些作用。但是当时的话，我没有讲去具体怎么去部署，因为确实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然后我在今天刷 B 站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位博主他已经将这个工具开发出来了，叫胡迪尼 Engine， 然后非常感谢他。然后他也做了一个开源，他将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像 DeepSeek，包括Cloud 以及我们说的 ChatGPT 都已经内置到这个工具里面，并且它的调取的这个效率是非常的高的。然后因为我进行了一些使用，然后在这里的话，大家如果想去完整的了解一下这个工具的一些介绍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是做了一个40多分钟的一个介绍。然后这节课的话，我就将我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对它这个课程这个讲解做一点点的补充。首先，这些安装的过程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是怎么操作的，它在这个里面都有讲。然后，当你安装完之后，是吧？你获得了就是这个胡迪尼 Engine。我们先把这个关掉。它默认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些大模型。就我的使用经验来说的话，比较推荐的一个就是 DeepSeek 这个的 Reasoner， 以及这个它在内置了一个中转的 API， 使用 Cloud 这个 Sonnet 以及这个 ChatGPT 5.3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问题是，这个 DeepSeek 以及这个我们说的中转的 API 它都是需要花钱的。对于新手而言的话DeepSeek 比较麻烦的就是你如何去部署这个 API， 包括当你选择这个 DeepSeek Reasoner 之后，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呢？它在原课程当中是没有讲到的。这里我们需要来到这个DeepSeek 这个网站，然后进入这个 API 的开放平台。因为使用它是需要花钱的，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充值。充值的话，充值之后，然后在这个 API Keys 这个地方，你需要创建一个 API， 比如说随便取个名字，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 API， 得到一个 API， 你把它复制之后，你就会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安装完之后，你不是选择这胡迪尼 Engine 吗？选择这个地方。有输入一个 K， 输入这个 K 之后，你就已经可以使用了。然后我想讲一下的就是，你打开这个胡迪尼 Engine 的这个字体可能会显得比较小，因为如果你是在使用不是使用笔记本，使用那个台式机的话，尤其是你用 4K 屏，这个字体会显得特别的小。所以我在这个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文件夹里面的这个 UI。对这2个文件的字体进行了一个修改。当然，修改的话，我也是直接使用的是ChatGPT 的那个 Context 去进行修改的，对它的文档进行一些处理，然后让它的字体显得大一点。注意，你进来之后你要选择这个 Reasoner， 然后你就可以对它做一个使用。比如说，我想创建一个100个点，创一个节点网络。
摆个克隆到崎岖的地面上。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工具的话，它毕竟是咱们国人开发的，所以它虽然你去跟它对话的时候你是可以使用英文的，但是它的输出、它的解释都是使用中文的。包括你选择其他的模型，我这边主要使用了Ollama DeepSeek 以及它的这个中转 API， 只用中转 API 的这个 GPT Context 以及 Cloud， 你就算去输入的是英文跟它对话，它返回的还是中文。至于这个怎么去让就是英文的一些用户去返回英文的话，这个我也不清楚，可能需要就是大家去他的这个 GitHub 上给作者去留言，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关于这个花费的话，因为我毕竟用的不多嘛，你像这样创建这样一个的那个节点网络一个对话的话，大概的花费可能就是在看一下，大概的花费可能就是在几分钱吧。然后我今天做了一些测试，然后大概花了，包括我最前面的一些消费大概今天也就花了大概4毛钱左右，就这个花费其实还是比较低的。然后这个对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它就创建了这样一个网络。当然这个可能不是我想要的，是吧？你去做一些修改，我们更多的可能是用它来做一些就是观察一些别人的一些工程文件一些复杂的一些代码，我们用它来做解释嘛，这个也是可以完成的。你看我们刚刚进行了一些 token 的消耗，我们看一下它大概花了多少这个可能更新的有点慢。它的 token 消耗，我觉得它相比于国外的几个模型，就是尤其是 Cloud， 它的消耗token 消耗其实还是相对有点高的。包括你看现在它就算完成了这个搭建，它仍然还在这个思考当中。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直接 stop 就可以了。你像如果是像这个情况呢，我们需要解释这个 Vex 代码的一个含义，我们同样的这个我在之前演示过，你可以新建一个对话，然后解释选中节点的 Vex 代码，注释并返回到节点中。然后这个它，因为它的部署相对于之前我在这个课程里面讲到的，使用那个 cursor 或者是使用 Cloud 的 desktop 桌面版的话，它的部署的话是要简单很多的，而且它最方便的就是它可以一次性在这个工具里面调用到多个模型，你不需要开启不同的那个程序去那个调用，所以的话就是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你看它这个 token 消耗这个思考的过程其实是不需要的，但是可能你取消这个 thinking， 它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是比较慢吧。然后我来讲一下我先来讲一下它，如果你是使用的是 Ollama， 这 Ollama 的话是什么情况呢？ Ollama 它需要，我为什么不推荐使用 Ollama 它比较麻烦，就是你首先要下一个桌面版之后，你也要在官网设置一个 API， 设置 API 之后，你需要开启这个地方 expose Ollama to the network， 好像是这个吧，我印象中，就是你只有勾选这个之后，它就可以允许其他设备去连接到 Ollama。另外的话，它比较好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可以选择一些本地模型，你看，就是
这些模型你只需要跟它对话，它就会自动下载。然后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看 Llama 你就可以，当你这个3个模型是我下载完的，下载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跟它对话，然后它是直接调用的是本地模型。本地模型的话，它就不花钱嘛，是吧？这是它的一个好处。你看下载到本地，但是它为什么还是不推荐呢？因为至少我下的这3个模型，千问的这个3 2.5，包括以及这个 GPT 的 OSS， 它对这个胡迪尼这个支持基本上没什么作用。就是你比如说我同样的使用的是，比如说解释节点的 Vex 代码并返回，这3个的速度很慢，然后也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所以我还是推荐这种收费的模型 DeepSeek Reasoner。然后另外一个这2个我没用，这2个都是应该是直接使用调用的官网的 API。至于他讲的就是作者讲的去在环境里面部署 API， 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是直接就是在他的这个工具里面去输入的 API。好，现在我讲一下第3个，就是多节就是应该是可能是作者开发的一个中转站的一个 API。我们如果要使用的话，需要再进入到这个网站，然后同样的你也是需要充钱的。这个地方我充了20块钱，20块钱的话，应该它这个地方显示的就是$2000，是吧？$2000。充好之后，然后你也是在看一下这个地方添加一个令牌，是吧？你取个名字，选择一个日期啊或者额度什么的，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密钥。这个密钥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API， 我们把它复制进来之后，选择多节，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点一下输入这个 API。输入 API 之后，你就可以调用这个所有的模型。它因为是中转的嘛，中转的也就是它可以所有的模型你都能使用，但是它不一样的就是你不同的模型它的这个消耗 token 的消耗是不一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模型可能就更贵，你跟它对话的话，它消耗的这个值，我们说的这个值可能就会更多，也就是它更贵嘛。然后这2个模型的话，我用的就是作者演示的也是这个吧，一个是这个，然后我自己用了这个 4.5 的 Kiro 以及这个 GPT 5.3 的 Condex。你看这个我也可以演示一下，同样也是这样一个操作。你看复制，选择的这个 4.5 Kiro。至于就是如果大家想使用其他的中转站的方式的话，包括或者你在这里面要添加一些其他的官方的一些大模型的方法的话，这个我目前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毕竟我对代码也是一窍不通。大家可以去给作者提下意见，让他把这些功能加上去。然后你在执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它会有一个胡迪尼 console， 是吧？它有一个对话框，可以显示到它在后台在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操作。你像如果现在情况下比较慢，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一个中转站，是吧？网络的问题得到一些那个。反正我在之前的测试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话，这个中转站是很快的。你看，它没有过多的这个思考的一个过程，就是执行就特别快，是吧？包括这个 Condex 也是。这就是我的对它的一点点的补充。反正我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多支持一下这个作者，去他的这个 B 站上，是吧？包括他在他的这个 GitHub 上对他的这个工具给一个 star， 是吧？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